北大开学这天，我背着一蛇皮袋子土特产去找大二在读的男朋友齐川。齐川，这个捡垃圾的真的是你女朋友？有人嘲讽出声。齐川神情一凝，默然道：“我不认识她。”吃瓜群众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打开蛇皮袋子，看着里面的东西，不禁有些疑惑。现在大城市发展这么好，黑松露、燕窝、人参都是垃圾了吗？北大开学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打电话给齐川：“我想你了，我也想你。”齐川回得很快，清冷的声音带着沙哑：“那我去找你好不好？”我兴奋地开口：“我们相识的时候是在高中，他高我一届。自从他考上北大去北京读书，我们已经1年没见了。明天我大二新学期就开学了。泱泱，别闹！”伴随着他漫不经心的语气传来的，还有笔在纸上写字的刷刷声。我没闹，齐川，行了，我还要学习，你早点休息。齐川兀自挂断电话，听着电话那端传来的嘟嘟嘟的声音，我本有些怅然，可转头看着面前的北大录取通知书，心情重新变得澎湃。埋头苦读了1年，我终于考上了北大，终于能结束跟齐川的异地恋了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我爸妈叫起来。我爸开着他的大皮卡，载着他跟我妈准备的东西，送我去机场。几个小时后，飞机落地，我拿到爸妈给我托运的东西的时候，吓了一跳。整整一蛇皮袋子的东西，知道我爸妈给我的肯定都是最好的，所以即使搬运有点困难，我还是咬牙把袋子扛上。打车达到北大后，我扛着一蛇皮袋子东西，直奔北大的男生宿舍。家乡的土特产，齐川肯定喜欢。我站在男生宿舍楼下，给齐川打电话，没人接。无奈，我去问宿管阿姨：“阿姨，请问大二计算机系的齐川在哪个宿舍呀？”阿姨眼皮都没抬，又是找齐川的，不知道。看样子齐川在学校里很受欢迎，可我刚才没联系上他。这一袋子东西，索性我蹲在男生宿舍楼下等着。一个男生向我走了过来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面露鄙夷：“你是齐川什么人？”这个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不想搭理他。他又说：“我跟他一个寝室的，你跟我说你们是什么关系，我就帮你找他。我是他女朋友。”切，不只是男生更加不屑，周围不少人都忍不住笑出声。没得来及探究这些人的眼神，我就看到了不远处齐川的身影。他正朝这边走来。1年不见，他还是那么好看，只是褪去了青涩，多了丝丝稳重，身形愈发修长，举止投足之间透露出优雅，帅气到不行。我兴奋地对着他挥手，还没来得及喊他，身旁的男生就抢先开口：“齐川，这个捡破烂的该不会真是你女朋友吧？”闻言，齐川看了过来，我顿时紧张，下意识扯了扯衣服的下摆，想将最好的一面展现给齐川。本以为他看到我会开心，可他目光只在我身上停留一瞬，就漠然地挪开。我不认识他。话音落下，他从我身边擦肩而过，明明还是那熟悉的身影，只是不知为什么，他好像陌生了许多。我看着齐川的背影，心里涩涩的。身边响起吃瓜群众嘲讽的声音，也不看看齐川是谁，他可是计算机系的系草，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土妞？那一蛇皮袋子的垃圾，应该捡了很久吧？笑死，这年头真是谁都觉得自己能当齐川女朋友了。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服，发白的短袖短裤，普通的帆布鞋，是我衣服里面比较新的了，好像是有点土。只是我打开蛇皮袋子，往里面看了看，现在大城市发展这么好，黑松露、燕窝、人参都是垃圾了吗？忽略众人议论的声音，我重新把蛇皮袋子扛在肩膀上，先去报到，然后去了女生寝室。等我到寝室的时候，寝室里的另外3个人已经到了。我刚进去，他们就走了过来：“你好，我叫方月，是本地人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”女生打扮精致，张扬自信。我叫李华，来自湖北。李华有些拘谨地扶了扶鼻梁上的镜框眼睛，
还有个卡哇伊的萌妹甜甜地说道：“叫我萌萌就好，我也是本地人。”自我介绍完毕之后，他们3人一人给了我一个见面礼。方月送的是一支口红，李华送的一支钢笔，萌萌送的则是一个可爱的发夹。没想到室友们都这么好，我也开心的自我介绍：“你们好，我叫田泱泱，来自云南，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。”在方月3人期待的目光中，我打开我的蛇皮袋子，从里面拿出3个塑料袋包裹着的黑松露，给你们。我妈说这个贼有营养。我把黑松露递过去，却没人接。正疑惑，就见方月看向我的眼中多了同情：“泱泱，你们家都穷到吃土了吗？”啊！我看着手里黑乎乎的东西，好像是有点像土，看样子黑松露他们不太能接受。我转而又从蛇皮袋子里拿出3根人参，那我送你们1人1根人参吧。萌萌一脸为难：“泱泱，人参都是细细小小带须的，哪有像这样白白胖胖的？”人参他们好像也接受不了。我准备埋头继续翻找，手机铃声在此时响起，是齐川打来的。我先接个电话哈。我对着方月等人歉意的笑笑，他们反而松了口气。你赶紧接。一接通电话，齐川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“你在哪儿？”“我在女生宿舍。”“你怎么又跑去女生宿舍了？”齐川的声音染上了一丝不悦。“你现在出校园，到附近找个甜品店等我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。”“好的。”不想让齐川等我，跟方月几人打了个声招呼。我将蛇皮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一半，剩下的扛在肩膀上，往学校外面飞奔。刚在甜品店坐下，齐川就到了，怎么满头是汗？他拿出纸巾给我擦汗，动作轻柔，甜意渗进我的心里。所以刚才在男生宿舍楼下，齐川说不认识我，是有苦衷的吧？想着，我把蛇皮袋子往齐川的面前放了放：“这个给你，我看你瘦了好多，正好补补。”齐川却往后退了一步，面露嫌弃。他坐在我对面，语气再次冷漠：“我这就给你订机票，你赶紧回去。”“可是我……泱泱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学习很忙，没那么多时间陪你。”他眉头紧皱，眼里满是不耐。我的心不由得发紧。齐川今天开学，但他没想过我会不会也是今天开学。放在膝盖上的手紧了紧，我抬眼直视齐川的眼睛：“齐川，我不能回去，因为我考上了北大。”“怎么可能？”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，却彻底刺痛了我的心。“怎么不可能？”我反问。“所以齐川，你从来都不认为我能考上北大？以前你说的只要我考上北大，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的话，不过是敷衍我的，是吗？”我质问齐川，他目光闪躲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抿了抿唇，再次确认：“你真的考上了北大？不然呢？”我只恨自己没把录取通知书带来，甩在他脸上。见我神情不似作假，齐川不仅没有为我考入北大感到开心，反而眉头皱得更紧。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宿舍。”说着，他要来拉我的手。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”我甩开齐川的手，转身走了几步，我又拐回来，把蛇皮袋子扛着离开。本来想把最好的给齐川，现在我不想给了。我知道齐川在看着我，可那种目光让我难受。我朝着跟北大相反的方向跑去，直到拐弯，确认齐川再也看不到我，我挺直的肩膀才泄了力，坐在附近的藤椅上。我眼中的泪水再也不可遏制地流下。为了能考入北大，这1年以来，我付出的辛苦难以想象。高考出分的那一刻，我第一时间联系齐川，想跟他分享。可我还没说我的高考分数，他就率先安慰我，说考得不好没关系，女孩子大学毕业找个普通文职就行了，总归他以后会养我的。后面我又联系了他几次，每次他都表示他很忙。没等我说出我考上了北大这句话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自从他去北京后，永远这么忙，索性我便没再说，想着等我到了北大，出现在他面前，再给他一个惊喜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一点也不像惊喜。
更像是惊吓。我正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，砰的一声，眼中的泪水停滞，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矿泉水瓶。抬眼看去，就见不远处的男生刚收回扔矿泉水瓶的姿势，接收到我的注视。他双手插兜，继续往前走。阳光下，男生身形修长，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正好看到他精致的侧脸，长得倒是好看，却不干人事儿。我将矿泉水瓶捡起来，正打算找个垃圾桶丢了，一排男生按顺序从我面前走过，跟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都留下了一个饮料瓶。我本来空了一半的蛇皮袋子很快就被填满，本来我只需要扔一个瓶子，现在却需要扔半袋子。再看那些男生，全都跟着最开始扔瓶子的男生走去，显然他们是一伙的。我愤愤地冲向为首的男生，近距离之下，我看清了他的脸，很帅，可眉宇间透着戾气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可我还是鼓起勇气问他：“你干嘛？垃圾桶就在那里，为什么往我袋子里丢垃圾？”男生皱眉，眼里透露出疑惑：“你不是因为捡不到瓶子才哭的吗？”什么？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。一个老奶奶走过来，看着我满满当当的袋子，满眼艳羡，小丫头真厉害，竟然捡了这么多瓶子。她的手里拿着跟我同款的蛇皮袋子，看了看老奶奶的袋子，又看了看我自己的。这一次，我怎么也忍不住哭出了声。所以我真的很像一个捡垃圾的。齐川也是因为这一点才嫌弃我的，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。我边哭边提着蛇皮袋子走人，身后男生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喂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我让兄弟们再去买瓶水喝。”知道他是在帮我，可比起感激，我更想把他暴揍一顿。奈何他们人多势众，我打不过。我加快了脚步，有吐槽的声音隐隐传来：“老大，我们喝不下了呀！”喂，闭嘴，听动静。男生应该是一脚踹了过去，虽然没看到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扑哧笑了。走着走着，心情已经逐渐平复。再次遇到刚才那个老奶奶，我把袋子里的瓶子都给了她。老奶奶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回到宿舍，进入宿舍的那一刻，畅聊的方月等人忽然同时噤声，看向我的眼中带着疏离。怎么了？我不解地开口问道。三人对视了一眼，还是方月叹了口气，朝我走来。泱泱，齐川是学校里男神般的存在，大家都知道，他跟校花云柔是一对。学校的男生这么多，咱们喜欢别人好不好？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齐川？在我疑惑的目光中，方月把手机递给我。学校论坛都传遍了，你自己看。我看过去，就看帖子的内容是：新来的学妹看上了齐大神，妄图跟校花抢男人。帖子配了2张图，一张是我拿着蛇皮袋子看着齐川，齐川从我面前走过；一张是齐川跟校花云柔站在一起，两人胳膊紧挨着，举止亲密。我又在论坛上翻了翻，发现在学校众人的眼里，齐川跟云柔早就是一对了。所以我去男生宿舍找齐川的时候，大家才会嘲笑我，他们觉得我明知道齐川有对象，还找上门，觉得我想当小三。可是方月、李华、萌萌，我想说些什么，开口时声音已经哽住。这下原本对我追齐川这件事情还有点芥蒂的三人慌了。你怎么了？有什么话慢慢说，我们在呢。他们3人将我围住，给我拍背顺气，看着我的眼中满是关心。可是我才是齐川女朋友，我跟他已经在一起3年了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哽咽着跟他们讲述我跟齐川的过往，给他们翻看我珍藏了几年都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。他们3人由一开始的震惊，到心疼，再到现在的气愤。我靠，真没想到齐川长得人模狗样，竟然是个渣，老子忍不了了，现在就要去找他算账。他们撸起袖子就要去大干一场，我拦住了他们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以后我跟齐川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齐川是我们那个小县城5年来唯一一个北大生，我清楚地知道他一路走来有多么的努力，他想努力走出大山，走到更辽阔的世界。
我没想过有一天在他眼里，我会成为他追逐光的绊脚石。曾经他的好我还记得，我到底还是不想让他声名狼藉。我拿出手机，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：我们分手吧。往常很久才回复的齐川，这一次却秒回好。简单的一个字，否定了我几年的喜欢。以前那么干净纯白的少年，现在终是变成我不认识的样子了。我没有伤心很久，或许说我根本没时间伤心，因为我有3个好室友，他们说明天就要军训了，得先去找辅导员领军训的服装，然后他们说军训要注意防晒，得出去逛街买点，还说军训半个月肯定很无聊，趁着现在赶紧出去看看电影。全程都是他们忙前忙后，让我坐着享受。我知道他们是不想让我难过。看完电影，他们本想带我去吃火锅，奈何时间太晚，怕回不去学校，我们只能吃食堂。我没什么胃口，只点了清粥小菜。坐下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方月3人眼中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。泱泱，你就吃这？这就够了。来学校之前，爸妈给我做了太多顿大鱼大肉，我现在只想吃些清淡的。再说，一想到齐川，我就没什么胃口，本是极为正常的事情，可不知他们想到了什么。泱泱，这个鸡腿给你。泱泱，多吃点肉补补身子。这块甜品给你吃，吃了心情也跟着变好哦。看着面前满满当当的美食，再看方月3人小心翼翼呵护我的眼神，我回过味儿来，原来他们是觉得我穷，没钱吃饭。我连忙解释道：“你们误会了，其实我不穷，我家还挺有钱的，真的。”他们来了兴趣：“那你家在哪儿？住的什么房子？你爸妈干什么的？”我家在山里，住的土房子，爸妈是种地的。但是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们3人异口同声地打断：“这还不穷？真的不穷。我爸妈种地种的是黑松露人参，还养殖的有燕窝。泱泱，黑松露跟人参真不长那样。不管我怎么说，他们都不信我真的挺有钱的。索性我不再解释，反正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的。谢谢你们。”认真的跟他们道谢后，我将他们分给我的美食全都吃了。原本不太好的胃口在这一刻被治愈，正吃得开心，方月3人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。我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，就看到了齐川，还有他身边的云柔，一身白裙，长发飘飘。云柔比照片上还要好看，她跟齐川站在一起，真是郎才女貌。看到我，齐川的眼中没有慌乱，没有无措，仿佛我们3年的感情根本就不存在。他的目光只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，就若无其事地挪开。就坐这里吧。云柔在我们的隔壁桌，对着齐川提议道，跟他的名字一样，他的声音也温温柔柔的。好，齐川应声。我低头吃饭，眼角的余光却不由自主地观察着齐川，看到他贴心地给云柔挑出他不爱吃的菜，还温柔地给他擦拭嘴角，跟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对我一样。不一样的仅仅是换了个对象，心里顿顿的疼。我匆匆扒饭，方月等人看出我的不对，纷纷收拾碗筷。吃完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我的心里被暖意填满。我们站起身，准备离开，却在此时，呼啦啦，几个女生将我们围住。哟，这不就是昨天跟齐川表白的土妞吗？她们上下打量着我，面露嘲笑。穿成这样也好意思出门，就这样的货色还敢抢云柔的男人，真是不要脸！你丫的闭嘴，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就别乱说。方月最先冲上前，怒气冲冲地看着那几个女生，李华老实的面容上也带着几分强硬。云柔都没说什么，你们这么着急，该不会也喜欢齐川吧？萌萌附和点头，就是就是，不知道是被戳中了内心的想法，还是其他。几个上前找茬的女生更加气愤，我们不过是为云柔打抱不平，谁不知道齐川跟云柔天天形影不离的，他还上赶着凑上前当小三。我没有当小三，我上前一步，挡在方月3人的身前。朋友的维护我很感动，可是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承受属于我的战火。
我之所以去找齐川，是因为解释的话未说完就被打断。够了，是齐川。他啪的一下将筷子拍在桌子上，站起身，怒气冲冲地看向几人。我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？还有，说着，他看向云柔。云柔，别人不清楚，但是我想你清楚，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。丢下这句话，齐川就转身离开。齐川，不是这样的。云柔连忙去追齐川，只临走前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带着冷意。剩下的几个云柔的狗腿见正主都走了，便也讪讪地走人了。我看着齐川的背影，前所未有的失望笼罩在心头。他之所以选择站出来，不是为了维护我，而是怕我说出我是他前女友的事实。可实际上，我没打算说。我想说的是，我跟齐川是老乡，仅此而已。我原本想着，即便分手了，即便他对不起我，我也会给他留一丝体面。可现在看着担心我的方月三人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我拿出手机给齐川发信息，要是再有下一次，我就将我们的关系公之于众，将我们过往的聊天记录全都发到论坛。人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现在的齐川不值得我维护，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想因为齐川让我的朋友为我担忧。收起手机，我看向方月等人，认真地开口说道：“谢谢，咱们是朋友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”方月没好气地说道。李华更猛猛点头：“就是。”我也忍不住笑了。是啊，我们是朋友。以前想来北大，纯粹是为了能跟齐川在一起。可现在，我很庆幸能来这里，能结识新的朋友，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回到寝室后，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除了土特产，我还给齐川准备了别的礼物，一份我们相恋2年的纪念册，还有情侣衫。现在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。扔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虽然有些难过，可也松了一口气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会努力朝前看，像是怕我后悔。萌萌赶紧把垃圾桶里的垃圾袋提起来，拿到楼下丢掉。方月跟李华则走到我面前开导我：“泱泱，错过齐川不可惜，他之所以跟云柔在一起，说白了就是为了云柔的钱。”我打听了一下，云柔是本地的，父亲是做生意的，家庭条件好。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众所周知，她父母想找一个上门女婿。从农村来，学业优秀的齐川，可不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吗？说着，方月面露鄙夷。可惜啊，现在齐川能为了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劈腿，以后指不定还会为了别的甩掉云柔呢。之前我只知道云柔长得好看，是校花，只以为齐川是觉得我是山窝窝来的，嫌弃我土。没想到还有这些因素在。犹记得还在高中的时候，齐川说过，他之所以努力学习，就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为此他可以付出很多东西。那时我只当齐川有上进心，如今再看来却全然不同。表面上我已经不再为齐川感到难过，实际上闭上眼睛，跟齐川的过往还是会不受控地浮现在眼前。一晚上我都辗转反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口哨声就响起：“泱泱，别睡了，要开始军训了。”方月晃了晃我，才睡着没多久的我费力地睁开眼睛。好在赶在最后1分钟，我们4人抵达操场集合。教官下达的第一个指令就是跑步，绕操场3圈。大家哀嚎一声，认命地开始跑步。不过才跑了1圈，就有人跑不动了，萌萌就在其中。我将萌萌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想带着她一起跑，她却对着我摆了摆手：“泱泱，你跑吧，我不想动了。”跑第2圈的时候，方月也倒下了，同时班上的同学倒下了一大半。3圈下来，大家都瘫坐在地，只有我还站着，尚有余力。教官一个口哨吹出，起立，气喘吁吁的同学们都从地上站起来。教官看向我：“这位同学表现不错，看样子平常经常锻炼，请这位同学分享一下自己的锻炼方法。”锻炼？我思考了一下，认真地回答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在家帮爸妈种地。
我的话音落下，同学们忍不住笑出声，原本严肃的气氛瞬间变得轻松，教官也笑了。很好，希望其他同学们在家里也能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接下来，除了中午午休的2个小时，其他时间简直是噩梦。好在第一天军训还没有太残忍，下午6点就结束了。去食堂吃完饭后，方月兴奋地提议道：“咱们去篮球场上看帅哥们打篮球吧。”刚才军训的时候，我就远远地看到几道矫健的身姿。好，我们3人都点头。等去了篮球场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齐川。真 TM 平平无奇土特产晦气，早知道那个扎在这里，咱们就不来了。方月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萌萌提议咱们回去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转身，之前在男生宿舍楼下带头嘲讽我的男生走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自称是齐川女朋友的垃圾女吗？怎么被齐川拒绝了还不死心，又来想办法勾搭？他的话极其难听，瞬间让我成了现场的焦点。我当你是谁？原来是喜欢云柔得不到，只能嫉妒齐川的溜溜梅呀！每次看到我，这个男生的敌意都很大，像是内心有什么怒火在冲我发泄，所以我斗胆猜测，他喜欢云柔。果然，我的话出口，他的蓝色瞬间绿成了猪肝色。你胡说！他气势汹汹，但是结巴的语气将他内心的想法展露无遗。方月对着他撇了撇嘴，连喜欢都不敢说出口。怂包，丫的，你找打！男生抡拳就要朝我跟方月挥来，关键时刻，齐川拦住了他。张扬，够了，你只是我的室友，以后请不要打着我的名义说话做事。他先是对着张扬冷冰冰地说道，然后齐川看向我对你没兴趣，请你不要再对我抱有妄想。曾经拉着我的手，跟我一起畅想未来的人，现在告诉我，不要对他抱有妄想。不心痛是假的，可比起心痛，更多的是可笑。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这篮球场上这么多人，我非得看你。云柔适时从人群中走出，为齐川擦了擦汗。他的狗腿在此时出声：“那你在看谁？压得真烦！我们看谁关你们屁事？一个个脸怎么那么大呢？是不是觉得全校的女生都喜欢齐川啊？”方月气到不行，我也觉得烦。索性我指向不远处的一个男生：“我是来看他的，我觉得他可比齐川帅得多。”前半句是假的，后半句是真的。男生根本不在意这边的热闹，自顾自地打球，动作潇洒利落，看起来比齐川还要帅。我本是随意一指，不知为何，随着我的话说出，现场的气氛安静了下来。打球的男生也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了过来。在看到他的脸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，竟然是昨天在校外往我的蛇皮袋子里面扔矿泉水瓶的男生。议论声在此时响起：啧，这捡垃圾的学妹勾搭不上男神齐川，就想勾搭校霸陆明了。谁不知道陆明最烦那些贴上来的女生，等着他被陆明打脸吧。像是被这边的动静吸引，陆明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向我走来。该不会真的要教训我吧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怕不是要丢脸。丢脸没关系，在齐川和那么多嘲讽我的人面前丢脸不行。我正绞尽脑汁想着应对之策，陆明已然走了过来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他的眸中多了一抹了然。他痞笑地勾了勾唇，伸手揉了揉我的脑袋。不错呀，这次竟然没哭。感受到他的注视和头顶的温度，我可耻的脸红了。我闷闷应声。原本鄙夷我的人在此时都噤了声，反倒是齐川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。他走上前来，看向陆明：“你不是一向对妹子不感兴趣吗？关你屁事！”陆明眉眼微垂，透出凶意，他的胳膊顺势圈住我，对着齐川抬了抬下巴：“我就喜欢这样别具一格的。怎么着？我总觉得别具一格不是什么好词，不过看着齐川难看的脸色，我无比爽快。气势上，齐川明显输陆明一头。他没有继续跟陆明对峙，而是将目光看向我。
身为学长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你身边这位可不好惹，是吗？我毫不犹豫回对，可我觉得他比你好相处得多。你，齐川还想说什么？云柔上来打圆场。齐川，我们不是约好了打完球去图书馆吗？看到云柔，齐川深吸了一口气。好，他跟云柔转身离开，只云柔的狗腿子还在纳闷，奇怪，以前齐川也不喜欢管别人的事情啊，怎么今天这么生气？难不成他真的对那个土包子？话未说完，云柔一个眼神扫过去，他们连忙闭嘴。然后云柔带着敌意的眼神扫向我，瞪什么瞪？我回瞪过去，方月、李华和萌萌挡在我身前，异口同声：“再瞪，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”方月三人气势汹汹，云柔吓得脚下一崴，差点摔个狗吃屎，笑死了！你看他那熊样，真当咱们新生好惹呢？张扬还阴恻恻地站在一旁，我双手抱于胸前，抬着下巴看他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你女神都走了，还不快去追？你！张扬气得做事要来打人，陆明只不悦地拧了拧眉，他就吓得灰溜溜走人。见此，方月等人也有了底气。张扬，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把云柔追到手。看着张扬敢怒不敢言、快速逃窜的样子，我无比开心。没想到陆明这么厉害，忽然有种狗仗人势的感觉，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呸呸呸！我才不是狗！等到看热闹的人都散了，方月三人把目光挪向我。你们，我这才注意到，我还在陆明的怀里，连忙后退一步，拉开跟陆明之间的距离，跟他诚挚道谢：“谢谢，不用。”他倒是无比洒脱。上次我把你弄哭了，这次就当是补偿。话音落下，他将手里的篮球抛出，空中多了一个完美的抛物线，篮球稳稳进框。陆明也向篮球所在的位置跑去。这一刻，球场的那道身影仿佛闪着光，一阵清风拂过，我回过神来，就见方月、李华和萌萌三个人蹲在我面前，一脸八卦：“你跟陆明？”我跟他没什么，他们明显不信。方月拿着手机划拉。我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，发现陆明在学校的人气比齐川要高得多。齐川是高冷，只跟云柔走得近；陆明是别的女生都别想靠近他半步。别人都猜测陆明是不是喜欢男的，可刚才你们两个分明亲密互动了，还有他把你弄哭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避免方月等人脑补过度，我连忙将之前在校外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不过说完之后，他们的脑补好像更严重了。看样子，陆明那人外冷内热，以为你捡不到瓶子哭，就让兄弟们都把瓶子给你。我怎么感觉有可能陆明对咱们泱泱一见钟情呢？有道理。打住打住！我连忙将双手放在胸前打叉。男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姐妹。说着，我勾着他们回宿舍。他们三个都给我送了礼物，可我因为我的土特产不被接受，到现在还没给他们送礼物。思前想后，我在我的蛇皮袋子里面刨啊刨，刨出来了一把燕窝，将燕窝放在水里。等我洗完澡，燕窝已经泡好了。我拿着镊子，仔仔细细地给燕窝挑毛，美容养颜的东西，他们应该喜欢。我正挑得认真，方月走了过来：“泱泱，这么多毛毛的燕窝，能吃吗？”燕窝有毛是正常的，市面上的燕窝比较干净，是因为已经经过处理了。我家的燕窝是自家养的，原生态的，所以需要我挑毛，怕他们嫌弃，到时候不肯吃。我又补充道：“放心，等毛毛挑完就能吃了。”我知道能吃，就是觉得你这样太费力了。没事的。方月还想说些什么，萌萌上前一步：“月月，你就不要心疼泱泱了，你总得让他表示一下。况且泱泱亲自挑毛的燕窝，肯定更好吃。”是的，李华点头。他的家境没有方月和萌萌好，他一板一眼地开口：“我还没吃过燕窝，正好这次吃个够。”室友们的支持让我很开心。挑毛到10点多，我正苦恼该怎么煮燕窝的时候，
萌萌拿出来了一个粉色的电饭锅，用这个不仅有电饭锅，萌萌还拿出来了各种调料。不过我只用一点冰糖就好了。等将燕窝在锅里放好，我爬上床就睡。我定了个2小时的闹钟，半夜爬起来将燕窝盛好。对比今天，昨天的军训就像是在过家家。上午9点多，教官放过被折腾得要死要活的我们，让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儿。我好饿呀！大家一阵哀嚎。我拿出我巨大的保温杯和几个一次性的塑料碗，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燕窝。快吃！方月尝了一口，惊为天人。好好吃，感觉比我妈做的还好吃。萌萌已经吃得不说话了。李华点头，清清凉凉甜甜的，太适合现在吃了。我们3人吃得开心，旁边的同学们流露出羡慕的眼神。等到了晚上，我挑毛的时候，方月3人自觉到我身边挑毛，不过半小时，就挑出了第2天要吃的量。军训第3天，即使有着燕窝的支持，等到晚上结束军训，大家也累得不成样子了。我洗完澡倒头就睡，迷迷糊糊间，萌萌好像在喊我。她问我：“泱泱，我好饿，准备煮排骨吃，借你的萝卜用一用哦。”我应声后接着睡觉，睡得正香，扑鼻的香气传来。我嗅了嗅，睁开眼睛，泱泱快来，排骨汤炖好了，就等你了。瞌睡的我瞬间清醒，跟他们一起围在电饭锅前，萌萌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。不知是白天训练太累了，还是萌萌的厨艺太好，普通的萝卜炖排骨吃起来格外美味。排骨好香啊，这萝卜也好脆，我夸赞道。不过萌萌，你哪来的食材呀？排骨是我开学的时候带的，一直在我的小冰箱放着。萝卜是你的呀？萝卜，我想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萌萌找我借萝卜的事情了。可是我没有萝卜，我有的是人参啊。我爸妈说人参比较补，每次炖汤都切成片片，炖一次汤放2片。可现在我看着垃圾桶里差不多3个大人参的皮，再看看被吃得干净的人参排骨，泱泱，你发什么愣呢？吃饱喝足的3人红光满面地看着我。我正准备解释，就见他们3人流鼻血了。同时，我的鼻腔一热，伸手一摸，血啊血呀！方月3人尖叫出声。本身宿舍楼已经锁上了，看着流鼻血的我们4个。宿管阿姨连忙打开门，让我们去看校医。校医检查完毕之后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你们吃什么了？补成这样，就吃的萝卜炖排骨啊？你们当我傻？排骨能这么补？”校医板着脸，我弱弱的开口：“那个，我们4个人吃了3根人参，这还差不多。”校医当即信了这个说法。不过你们年轻人也太任性了，要不是你们身子强壮，吃那么多，指不定补过头了，后果才严重。没多大事儿，我给你们开点降火的。你们接下来的几天吃清淡点。从医务室回到宿舍，一路上他们3人都无比沉默。等我坐在床上，他们才问道：“那真的是人参？”我郑重点头。这下他们总算是相信我带来的是人参了。不过接下来的发展还是有些魔幻。萌萌用我暴殄天物的眼神看着我：“泱泱，那么好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装在蛇皮袋子里呢？就是还随意的丢在书桌底下。”他们把我的蛇皮袋子从书桌底下搬出来，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东西取出。等等，丽华开口：“如果白白胖胖的萝卜真的是人参的话，那么这黑乎乎的跟泥巴一样的就是黑松露。”“是啊，真的是黑松露，我自己种的。”方月拿起一块黑松露仔细看了看，好像真的是。我跟我爸妈去餐厅吃饭，每次黑松露只给一点点，你这里竟然这么多，我还不知道黑松露啥味儿呢。李华夸张地拿起黑松露咬了一口。方月跟萌萌看向他：“怎么样？”他笑了，露出黑乎乎的牙齿：“好像没什么味道。”接下来萌萌把他的小冰箱腾空，将我带来的土特产装进去。小冰箱太小了，装不下，他们就专门在宿舍腾了一块地，用来放土特产。看着他们如是珍宝的样子，
我无奈地说道，就装蛇皮袋子里没事的，阴凉又干燥。他们不听，我只能随他们去了。军训的第5天，已经有很多同学扛不住要请假了，大多是女同学，请假的理由是大姨妈来了。要命的是，我大姨妈真来了。我准备去请假的时候，教官沉了脸，让我看看还有几个大姨妈请假的，直接将我请假的话憋了回去。平常跑步我都是第1，但是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吊车尾跟在后面。泱泱，我去帮你跟教官说。方月说着就要去找教官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吧，大不了被教官批评一顿，他应该会同意的。我正准备过去，忽然砰的一声，我的头一重，跌坐在地，视线中一个篮球逐渐滚远。好家伙，我可真倒霉，竟然被篮球砸了。正想着，有人跑了过来。你没事吧？声音很熟悉，我抬眼就看到了陆明。原来砸我的还是老冤家。没事，话未说完，陆明一把将我抱起，身子陡然腾空。我下意识地勾住陆明的脖子。教官你好，这位同学好像被我砸得很严重，我带他去医务室检查一下。教官点头后，陆明就抱着我离开。可是砸得不严重，我头不晕啊。陆明的唇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笑。你要是不想休息的话，我再把你送回去。微微愣神后，我反应过来，原来陆明是故意砸我的。谢谢你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不舒服？就你这虚弱的样子，谁能都看出来。等会儿到了医务室，你就跟医生说你头晕不舒服，需要休息，让他给你开休息1个星期的请假条，这样也行。当然行。说话间，陆明将我放了下来，我这才发现已经到医务室门口了。他抱着我走了一路，我按照陆明说的跟医生说，果然医生给我开了个请假条，拿着请假条喜滋滋的出来。陆明已经不在外面了。晚上我躺在床上追剧的时候，方月他们回来了，看到我，他们哀嚎出声。泱泱，你跟陆明说一下，让他把我们也砸一下吧，不然我去问问。别，开玩笑，陆明要是砸我们，估计就真得砸出问题了。不过很快，在他们看到电饭锅里我给他们准备的美食的时候，他们忘记了悲伤，开始大口吃喝。泱泱，你真好，你们也很好。就这样，我获得了1个星期的假期。第2天，我又去了男生宿舍楼下，田泱泱又来找齐川，张扬一如既往的嘴贱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向陆明。这个给你，当做你帮我争取1个星期假期的谢礼。将东西递出去的时候，我有些忐忑。我给陆明的是我带来的土特产，不过这次我专门选了一个好看的袋子。谢谢。陆明毫不犹豫地接过，在看清楚里面的东西的时候，他痞帅的脸上染了笑意。小丫头，他凑近我，在我耳边开口，你送我这些，是不是想暗示我什么？暗示你什么？我有些懵。都是补物，你说呢？对上陆明带着深意的眸子，意识到了什么，我的脸瞬间红了。你别乱想，就是单纯的谢礼而已。羞得我低着头就跑，前路忽然被挡住，齐川的脸色无比难看。田泱泱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陆明他又是这样，又是这副说教的口吻，明明划开关系的是他，现在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烦我，让开理都没理他。我径直离开，是齐川先推开我的，现在他没资格管我，我也不敢再跟他有交集，不然指不定张扬、云柔还有云柔的狗腿子们怎么说我。我刚回到寝室，齐川的电话就打来了。20分钟后，校外的甜品店见。说完这句话，齐川就挂断了电话，真是好笑。他齐川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以为我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我自然不会去。20分钟后，没等到我的齐川再次打来电话，我将他的手机号直接拉黑，像是知道了我的决心。他发来了短信：田泱泱，陆明那种花花公子哥，不是你能应付得来的。我劝你不要跟他走太近。我只回了他4个字：关你屁事。本以为这样世界就能清静了，没想到云柔带着他的狗腿子们
来到了我的寝室，看着他们来者不善的样子，我撸了撸袖子，我身手不错，想来以一敌五，没什么问题。我做好了干仗的准备，云柔他们却只打算放嘴炮。田泱泱，我是本地户口，家境优越，齐川只要跟我在一起，会更上一层楼。跟你在一起能得到什么？难不成跟你一起去你老家种地？但凡你有自知之明，就不应该再缠着齐川。听着他们的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没有缠着齐川，可现在是齐川缠着我。我当着云柔等人的面拿出手机，将齐川打给我的电话、发给我的短信给他们看。我早就告诉过齐川，如果他管不好云柔，我就揭穿他的假面。看到这些，云柔温柔的脸变得狰狞。看清楚了吧，云柔，你心心念念的齐川，不过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渣男，还没有跟我分手，就已经跟你暧昧，就这样，你还要喜欢他吗？闭嘴！云柔喊出声。田泱泱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齐川跟我说了，他不过把你当妹妹，之所以答应跟你谈恋爱，不过是看你可怜。好一个可怜，那他有可怜你吗？我冷笑着反问。据我所知，直到现在，你们都还是暧昧阶段。齐川可从来都没有承认你是他女朋友，那不过是迟早的事情。被戳中了内心所想的云柔脸色变得灰败，转而他又故作强硬，齐川必然是我的。田泱泱，咱们走着瞧。话音落下，云柔带着她的姐妹团呼啦啦离开，寝室里重新恢复安静。我的心情却并不明媚，女生何苦为难女生？之所以揭露齐川，一是想报复他们，二是想让云柔看清楚，齐川不过是个渣男。可没想到，就算知道齐川的真实面目，云柔也要往泥坑里跳，还把锅都推到我身上。如此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只能祝福他们所死。晚上，我给爸妈打了视频。以前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跟爸妈互相嫌弃，谁知道出来没几天，就这么想念。我跟爸妈聊得正开心，方月忽然卧槽了一声：“怎么了？”我回头看去，方月有些为难，却还是说道：“我在校园论坛上看到有人截图了齐川和云柔的朋友圈，他们官宣在一起了。”闻言，我怔了怔，将视频画面切出，打开齐川的朋友圈，3个爱心的表情，配图是他跟云柔的甜蜜合照。明明已经完全放下齐川，可看着这条动态，我还是忍不住会难过。毕竟我跟齐川在一起的几年，他从没有在朋友圈这样光明正大的介绍过我。齐川，泱泱，是你心心念念的那个齐川吗？我爸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。理智告诉我，应该撒谎，不让他们担心。可委屈萦绕在我心头。面对我爸妈，我说了真话，他劈腿了。这个臭小子敢辜负我女儿，我非得剥了他的皮。我爸妈气得不行，好一阵安抚，两人的情绪才勉强稳定下来。安慰完我爸妈，我发现我自己的情绪也得到了释放。我没想到我爸妈会来找我。我军训彻底结束之后，接到我爸妈的电话：“泱泱，我们在北大门口了，你快出来，我们给你带了好东西。”好，挂掉电话，我就要往校门口奔。方月几人正好也在宿舍，就说要跟我去见见。远远的，我就看到了站在烈日下的我爸我妈，他们戴着草帽，穿着在家里干活的旧衣旧鞋，不少人都往那边看。方月3人却没嫌弃，笑着上前打招呼：“叔叔阿姨，我们是泱泱的室友。”好好好，不太会表达的我爸掏出3个大灵芝：“这是叔叔阿姨给你们的见面礼。”谢谢叔叔阿姨。方月3人开心地将灵芝抱在怀里。我们一行人说说笑笑地往宿舍走，路上正好遇到了齐川和云柔，他们看着我爸妈的装扮，目露嫌弃，啧，不愧是田泱泱的爸妈，那穿着打扮，一看就是一家人。山窝窝里能出一个北大生，田泱泱也算是乌鸡进了凤凰窝了。无视他们小声的议论，我带着我爸妈到宿舍，宿舍门一关上，我爸的脸色就垮了下来。齐川在哪儿？老子要去教训他。爸，你冷静，要是你去了，
他怕是还以为我还惦记着他呢，用了好久，才让我爸妈的情绪冷静下来。到了饭点，我本想带我爸妈去吃食堂，我爸妈大手一挥，走，叔叔阿姨带你们出去下馆子，然后带着我们到了附近的高档餐厅。餐厅的门口，方月三人有些局促。泱泱，这里我以前省吃俭用只来过一次，咱们真的要在这里吃饭吗？李华也点头，看起来很贵的样子，可是人均2000真的好贵。蒙蒙弱弱开口，没事的，我爸说了他请客，该不该说冤家路窄？进入餐厅后，刚坐下，就传来了一道刺耳的声音：阿川，你说你跟泱泱是老乡，那他爸妈你认识吗？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说话的是云柔，我转头看下，就见齐川和云柔正坐在不远处。不用了，齐川蓦然开口。我爸看了眼齐川，又看了看我，悟了，他就是那个脚踏2只船的渣男。我爸的话一出，不少人看过来，齐川跟云柔很是难堪。叔叔，你们家那么穷，还不允许阿川追求更好的生活了？原来是个嫌贫爱富的。我爸反而笑了，就你们点的那点东西，怕不是还不够塞牙缝？说着，我爸对着服务员招了招手，把你们菜单上的菜都上一遍。先生，可能吃不完，没事，我有钱，吃不完打包。这个餐厅的菜品不算多，总共30几道，这张桌子肯定放不下。服务员专门推过来2张桌子拼了拼，这一桌得好几万吧。李华有些慌了。没事，方月安抚地拍了拍李华的肩膀，咱们泱泱家有钱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可笑的是，某人守着一个金疙瘩，不知道珍惜，反而去舔别人的臭脚。无疑，他说的是齐川。云柔想说什么，话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就被我呛声了回去。有本事你也点这么一桌，再来找茬。简单的一句话，让云柔不再吭声。他跟齐川草草地吃了几口，就离开了。没了晦气的人，我们吃得格外开心。最后，我们提着没吃完的美食离开。下午的时候，方月犯了难。本身今天我们要陪他去看演唱会的，票都买了，可我舍不得我爸妈，不然你们3个去吧。我提议道。方月3人显然也想让我陪着。我爸妈看出我们的苦恼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之后，我爸笑着说道：这有什么难的？我跟你们阿姨虽然一把年纪了，但是演唱会还是能去的。可是叔叔，演唱会的票卖完了，黄牛手里的票可贵了。放心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最终，我爸妈跟我们一起去了演唱会，学校里的不少人都来了，包括齐川、云柔、张扬，还有云柔的狗腿子们。看到我们，他们一脸嘲讽，啧，也不知道田泱泱捡了多久的破烂，才能买得起一张演唱会的门票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仅买得起，买的还是最贵的。然后，我们一行人当着他们的面，走到了第1排，离舞台最近的地方。买票的时候，我爸嫌弃我们的位置太偏，就直接重买了几张最好位置的票。齐川等人的脸色都绿了。我怎么感觉田泱泱的爸妈周身散发出一种暴发户的气质？该不会田泱泱家其实很有钱？别逗了，就他，别人的议论我没有放在心上。演唱会结束后已经很晚了，肯定回不去宿舍了。我来订房间。方月拿出手机，我爸连忙开口：不用，住酒店多不方便，去我们家住吧。你们家？方月、李华和萌萌目瞪口呆。方月和萌萌都是本地的，但是家里想要装下这么多人不太现实，所以他们才认为去住酒店比较合适。是啊，我10几年前来北京，顺便买了套房子。这么顺便的吗？方月3人看向我，我点头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抵达了一处豪华别墅。方月、李华和萌萌彻底怔住了。害我明明安排阿姨半个月打扫一次，怎么还这么多灰？你们将就着住，明天我就让人里里外外收拾干净。我爸我妈摸了摸椅子上的灰尘，一脸嫌弃。勤劳了一辈子的他们看不得这些灰尘。方月3人连连摆手：不用了，叔叔阿姨已经很好了，到底年龄大了，
我爸我妈早早上楼休息了，方月他们却兴奋得睡不着。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能在北京住上大别墅，咱们得喝一杯呀。好，我拿出红酒和酒杯，一人倒一杯。泱泱，为什么你家这么有钱？齐川不知道啊，要是他知道了，肯定会后悔跟你分手。我爸妈不喜欢城里的生活，就喜欢在老家种地。我跟齐川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没有金钱概念。我们虽然在同一所高中，但是他只知道我家在山窝窝，别的不知道。原来是这样，方月了然的点头。不行，难得住大别墅，我得发个朋友圈，萌萌附议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李华扶了扶眼镜，我觉得如果齐川跟云柔能看到这条朋友圈，就更好了。泱泱，你介意吗？我摊了摊手，装逼的事情，我当然不介意。那我让朋友把齐川跟云柔的微信推给我。10几分钟后，方月成功加上齐川和云柔的微信，他将我们在大别墅里美美的自拍照发到朋友圈。泱泱家的别墅真大，还附带了别墅的定位。晚上，我们喝到很晚，洗漱完毕后，醉醺醺地躺在床上。方月眼神迷离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捂住胸口，你干嘛？该不会是想对我瞎想什么呢？方月拍了一下我的脑门儿，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下。云柔的微信我一加就过了，齐川一开始拒绝加我，说不加陌生人。我说是你室友，他秒同意。泱泱，我怎么觉得这个齐川对你余情未了啊？余情未了吗？呵，或许过往的感情不是假的，但是齐川可以为了利益放弃这段感情，也是真的。次日，我爸妈在家休息，方月等人拉着我逛街。泱泱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要是好好打扮一下，肯定不比云柔差。拗不过他们，我跟他们去了商场。以前我的日常就是在家帮爸妈干活，心思还真没在打扮上。不过当一套套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，我的心态变了。女孩子嘛，总是对美好的东西没有抵抗力，一连试了很多套衣服。最后，我学着我爸的样子，大手一挥，把这些衣服全都打包，跟方月等人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学校。在女生宿舍楼下，我竟然看到了齐川。本以为他是在等云柔，没想他竟然唤住了方月。麻烦帮我跟田泱泱说一下，我找他有事。方月翻了个白眼，怎么，咱们泱泱打扮一下，你就不认识了？齐川这才将目光落在换了身衣服的我身上，先是惊艳，而后他眼里很快染上鄙夷。泱泱开口时，声音竟还带着不悦。泱泱，我知道我跟你分手你很伤心，但是你也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去高档餐厅吃饭，还租别墅来气我。咱们都是农村的，家庭条件都不好，你能不能让你爸妈省省心？齐川说教的样子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抱歉，你家穷不穷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家真有钱，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齐川。我跟方月3人上楼，很快齐川就知道我是真有钱了。连我也没想到，云柔爸爸做的生意是卖人参燕窝等，而货源是我爸提供的。得知合作对象的女儿竟然抢走了我男朋友，我爸当即跟云柔爸爸解除了合作。从图书馆借了本书回宿舍的路上，前路忽然被挡住，一个中年男人拉着云柔站在我面前。泱泱你好，我是云柔的爸爸，你跟我喊云叔叔就行。他脸上露出讨好的笑，我这次来就是想带着云柔亲自跟你道个歉，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，继续跟我合作？抱歉云叔叔，生意上的事情我不懂，您直接联系我爸就行。不懂没关系，田总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只要你发话，肯定没问题。说着，云爸将他身边不情不愿的云柔往前推了推，快给泱泱道歉，竟然抢人男朋友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？往常一脸高傲的云柔，此时委屈的憋红了脸。一旁，齐川眉头紧皱，凝视着我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，像是还无法接受我爸是云柔爸爸上家这个事实。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其他同学的注意，现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
本来打算道歉的云柔，看到这么多同学围过来，不想在同学们面前丢脸，咬着唇一声不吭。快道歉耐心被耗尽的云爸一巴掌拍在云柔的头上。我告诉你，云柔，你要是跟这种脚踏两只船的渣男在一起，我的财产你一分钱都别想得到。云爸的话出口，全场哗然。我的天，看这形势，原来计算机系的齐川是个渣呀！啧，以前他跟云柔那么高调，合着到头来，云柔才是那个小三。还有你看云柔爸爸对田泱泱的态度，田泱泱到底什么来头？周围的议论传入耳中，云柔的羞愤达到了顶点。我就不道歉，就要跟齐川在一起。他对着云爸歇斯底里地喊出声后，捂着脸哭着跑路。没抓住云柔的云爸看着我，一脸局促。泱泱，我会跟我爸爸说的，至于听不听，就是他的事情了。好嘞，谢谢泱泱。云爸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，硬塞在我手里。这里是学校，云叔叔还是早点离开吧。好。等到云爸离开后，看热闹的人群也散去，齐川却站在原地没动。不过我也不在意，我继续抬脚往前走。跟齐川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却忽然抓住我的手腕。泱泱，你家里是种人参的，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？你也没问啊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跟齐川在一起后，我了解他的一切，而他对我什么都不了解。他的眼里只有自己，这种渣渣，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。我想甩开齐川的手离开，他却紧紧攥着我的手腕。所以你家在北京有别墅，也是真的。他眼中带着讶异和丝丝惊喜。是，所以现在你能放手了吗？泱泱，咱们能不能聊一聊？聊什么？因为得知我有钱，所以你就要重新跟我在一起了吗？我的话直接戳中齐川的内心深处，他变了脸色。之前跟云柔在一起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我们在一起几年，难不成你看不到我对你的心吗？像是急于证明自己。齐川一向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涌现出激动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恶心。以前那么干干净净的少年，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放手！我声音冷冷。再不放手，我就电话联系辅导员。你不会的，泱泱，你舍不得这样对我。我是真的被齐川无耻到了，正跟齐川争执不下，有篮球飞来，砰，直接将齐川砸晕。陆明走过来捡起球，对着躺在地上抱着头一脸难受的齐川，非常不走心地说了句抱歉，没看到。然后他拉着我就走。他直接带我去了医务室，让医生给我被齐川捏红的手腕抹药。其实我想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此时看着陆明明显不悦的脸色，到底我什么都没有说。等到出了医务室，我走向陆明，开口问道：你不高兴？他没回答我的话，而是揉了揉我的头。为什么每次我遇到你，你都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我一怔，细细想来，还真是这样。正想着，陆明的声音再次响起：你喜欢齐川什么？我喜欢他。高中时青涩的心动来得突然，具体喜欢他什么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只憋出了一句：喜欢他帅。那你看看我，帅不帅？陆明站直身子，一脸狂妄，堂堂校霸，明明可以靠实力，却偏偏要跟人拼颜值。我没忍住笑了，帅呆了，比齐川还要帅。既然如此，要不你试试喜欢我？陆明说着，忽然凑近我，近距离之下，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眼中我的倒影，还能清楚地感受到喷洒在我身上的他的呼吸。我的脸疼得一下红了，转身就准备跑，却被他揪了回来。怕了？好家伙，竟然用激将法！奈何我就吃这一套，怕什么怕？试试就试试。我的答案让陆明很满意，他松开了抓着我衣领子的手，我总算得以跑路，一路飞奔回到宿舍。方月三人将我围住。泱泱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，我连忙否认。我们陪你去医务室看看。没事的，我真没事。方月等人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不过当方月在学校论坛刷到一个帖子的时候，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。
我知道泱泱为什么脸红了。他的话一出，李华和萌萌就围了过去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躺在床上，也忍不住打开手机，进入论坛，首页就是陆明弯腰跟我相对的图片。拍照的人显然非常有技术，我跟陆明顶多算是鼻翼相对，被这么一拍，硬生生变成了我们两个接吻。我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不光是因为我跟陆明扯上了关系，主要是全校都知道了。我很有钱，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我的微信消息都翻了几倍。所谓的朋友们不请自来，我总算知道为什么我爸妈时常让我低调做自己。毕竟有钱也挺烦恼的。次日，我跟方月几人出发去上课，一下楼就看到了齐川。泱泱，你跟陆明在一起了。他的眼中布满了红血丝，整个人显得无比憔悴。看样子他是看到论坛上的内容，并且相信了，不想跟齐川再有任何牵扯。我应道：“得到确定的答案。”齐川看向我的眼中带着明显的嘲讽：“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这种人，所以你不愿意跟我和好，就是为了他。田泱泱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我还是他。”我 TM 是真的暴躁了，手里的书重重的砸在齐川的脸上。明明劈腿的人是你，你哪来的脸来质问我？就是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这么不要脸的人。方月附和道。李华和萌萌也点头，真是人模狗样的东西。我们的话让齐川清醒了几分，他开始不再高傲，转而对我祈求出声：“泱泱，我错了，你跟我和好吧，好不好？和好之后呢，我们一起毕业，你接手我爸的产业，住在我们家的大别墅吗？”我讽刺出声，齐川竟然认可的点头：“你的自然就是我的。”操，太不要脸了！我上课快迟到了，齐川却苦苦纠缠，让人烦躁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肩膀上一紧，是陆明，他搂住我，一脚踹开齐川：“抱歉，我女朋友家里就算有钱，也轮不到你抱大腿。这次是轻的，再有下次，我把你往死里打。”说着，陆明带着我离开。方月三人跟在我们身后，齐刷刷对着陆明竖起大拇指，霸气。我们没走出多远，身后就传来云柔的尖叫：“齐川，你是不是个东西？就算被我爸赶出家门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结果呢？你就这么上赶着当田泱泱的舔狗。”我没忍住回头看戏，就见云柔边哭边抓着齐川，齐川的脸上很快就多了几道血痕，像是忍无可忍。齐川从地上站起来，一把推开云柔：“滚开！”云柔不死心地缠着齐川，两人狗咬狗，看得真爽。我看得开心，身旁的陆明则有些不乐意了：“小丫头，不许看别人。”他捧着我的脸，让我转头面对着他：“以后你只许看我。”磕到了，磕到了！方月三人激动满分。我回过神，一把推开陆明：“谢谢你，刚才你为了帮我解围，说我是你女朋友，解围是其一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是真这个想法？”陆明对着我勾唇笑笑，帅得我挪不开眼。这一节课，我上的有点晕晕乎乎的，勉强记下知识点，打算等晚点跟方月他们请教。下课后，他们第一时间围过来：“泱泱，直球男的进攻，你顶得住吗？”实话说，有点顶不住，但是我不知道陆明到底喜欢我什么，我好奇。所以当陆明来接我下课的时候，我直接问了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只是第一次遇见你，看你哭的时候，很想为你擦眼泪。”他的语气格外认真，很朴实的话，却足够让人心动。但是我可能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，心动是有的，可要说现在多么喜欢陆明，好像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就这样，我跟陆明的距离好像近了很多。起初陆明加入了我们宿舍的大部队，后来为了给我跟陆明制造独处的机会，他们三人总是找借口离开。白天我在学校，晚上我会回别墅陪陪我爸妈，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只有齐川总是给我添堵，他竟然连续几天抱着玫瑰花在女宿舍楼下等我。
我直接联系辅导员，举报齐川影响我学习。被警告的齐川再也不敢来骚扰我了，他也没精力来找我了。他不知道被谁暴揍了一顿，半个月下不了床。不仅如此，不甘心的云柔每天对他死缠烂打，两人从一开始的佳话变成了全校唾弃的怨偶。这天周末，陆明来给我送早餐，我好奇问道：“是不是你打的齐川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陆明下意识地回了句，接收到我明显不信的眼神，他扬了扬唇：“小爷我才懒得亲自动手，不过我跟那些人说了，往死里揍，只躺半个月，看来他们还是放水了。”不得不说，陆明的方法有些粗暴，但是我喜欢。在北京待了1个月，我的爸妈见我真的放下齐川了，便准备回老家接着种地。不过临走前，我爸妈要去拜访他们在北京的好友。周末，我跟我爸妈一起来到了一处四合院。一进去，面容慈祥、穿着旗袍的阿姨就迎上前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笑得开怀。这就是泱泱吧？哎呦，真好看！阿姨好。旁边的陆叔叔也点点头，不愧是我未来的儿媳妇。说什么呢？我爸不开心。泱泱跟你儿子的婚约不过是我们以前醉酒后的戏言，当不得真，那怎么行？君子一言。陆叔叔的话没说完，就被我爸打断。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小人。行了，先坐下再聊。阿姨出来打圆场。等到坐下后，阿姨才开口说道：“虽说是戏言，但是指不定这2个孩子就看对眼了呢。你们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北京，不然就趁着这个机会，让这2个孩子相看相看。”闻言，我爸妈面面相觑，神色明显动容。没想到我才大2，就要面临相亲的局面吗？我连忙出声阻止：“不用了，那个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”哎，我爸妈来了兴趣。谁？不知为何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陆明的脸。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我本以为这样就能躲过一劫了，没想到阿姨明显不信。不就是不想相亲吗？阿姨懂，放心，我家那小子长得不错，你就看看，要是不喜欢，就认作哥哥。说着，他对着里屋唤道：“还不快出来！”眼见着阻止不及，我的第一想法竟然是，陆明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不高兴？正想着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爸妈，来了贵客，还不允许我收拾一下自己。”是陆明。我连忙看过去，在看到来人的时候，眸光发亮。原来我的相亲对象是他，忽然就不抗拒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此时的陆明褪去了一身运动衣，穿着打扮正式，但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他径直走到我面前，一如既往的直白：“你口中喜欢的人是我吗？”“是他。”但是当着两边父母的面，我怎么好意思承认？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陆明反而笑了，转而他收敛情绪，一本正经地走到我爸妈的面前，礼貌地打招呼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陆明。如果泱泱不介意，我可以是他的未婚夫。”两边父母本身就看出我跟陆明之间的端倪，我爸妈瞬间笑弯了眉眼，对着我招手：“泱泱，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过来跟你未婚夫？不是跟这小子接触接触？”我本有些窘迫，可对上陆明含笑的眼睛的时候，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上前一步，坐在陆明的对面。“你好，未婚夫，我跟陆明在一起了，双方家长认可的那种。”原本不让任何女生靠近的陆明，整日黏着我，一刻也不愿意跟我分开。方月等人羡慕的不行，嚷嚷着他们也要感受恋爱的酸臭味。为了安抚我的舍友们，陆明大手一挥，他篮球队的兄弟们呼啦啦过来，站成一排，任由方月他们选择。万万没想到，成的第一对不是性格开朗的方月和萌呆呆的萌萌，而是安静学习的李华。等到了大4，方月和萌萌也都脱单了，学业和感情双丰收。另一边，纠缠了几年的云柔怀了齐川的孩子，不愿意打胎，气绝生下了孩子。被云柔绑着的齐川再也不能勾搭富婆了，他在学校人见人厌，2个奇葩算是要锁死一辈子了，真让人开心。毕业后，我们各有发展，方月进了大厂，
李华继续学习，萌萌出国深造，相聚的次数少了许多，但是我们的闺蜜群依旧热闹。本以为下次见面要在很久以后，没想到快得猝不及防，陆明跟我求婚了，我当然答应。我还以为我爸妈会舍不得我嫁人，没想到他们特别开心，太好了，可以安心在老家种田喽。陆明爸妈也附和道：“太好了，可以把家业都丢给泱泱和陆明，把四合院也腾出来给他们，然后我们跟着泱泱爸妈回老家种田喽。”婚礼上，方月、李华和萌萌是我的伴娘，他们祝我跟陆明幸福一辈子，而我准备了3束捧花，将我的幸福也传递给他们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